从上周开始啊，伴随着新十条的颁布啊，持续了将近1年之久的变态的防疫措施啊，终于走进了历史。全国各地啊都在陆续的解禁。那么随之而来的，也就是奥密克戎的大爆发。大家都知道，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啊，跟过去的德尔塔相比啊，那已经高了一个数量级。在你不进行封控的同时，它立刻就开始在人群中间肆无忌惮的传染了。大家可以看，北京现在已经不怎么统计数据了，因为统计数据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现在统计这个传染率啊，可能相对来说还靠谱一些。我看我的那些朋友圈里头啊，很多人现在都在问你阳了吗？几道杠啊？甚至有快递公司啊，现在招人的时候都要求你是阳过的，因为你阳过了之后啊，你就不会再感染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不停的开始继续工作了啊。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北京的一些医院呢，发热门诊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挤兑啊。这都是朝阳医院发热门诊，都是发烧的，在这排着呢。我告诉你，根本就排不到我，这一直到哪儿去了就？我操！我还得过去。哎，你看这个都是发烧的，这么多发烧的呢，我怎么看呀？我这是都看不见头。我看网上流行了2段视频，一段是北京市儿童医院的，另外一个是北京朝阳医院的。说句心里话，北京儿童医院那个视频呢，不说明问题。为什么呢？凡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人，有过孩子的都有经历啊。这小孩在1岁到3岁的时候经常发热，一开始当爹妈的时候啊，一看这小孩发热就特别紧张，不管3更半夜就会打车去那个儿童医院。但是你去儿童医院，你去看啊，你不1年4季，你什么时候去儿童医院，你到那个地方都得排4、5个小时。所以呢，儿童医院那个状况是一个常态，不是因为这一次啊奥密克戎爆发了之后才这样。但是朝阳医院呢，说明点问题。我看呢那个新闻上讲了，有人从下午2点钟开始排队，排了6个小时还没有救人。但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想象，因为奥密克戎传染之后，它的症状就是发热嘛。很多人一发热之后就紧张，尤其是现在买药还买不到，他可能第一反应就去医院，所以医院出现挤兑啊，出现这发热门诊的排队，我个人觉得是可预料的范围之内。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北京阳了，上海阳了，全国这些大城市啊，奥密克戎的冲击波就要来的时候，咱们该怎么看？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啊，有些推特上的人啊，也包括油管上的人啊，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幸灾乐祸。他们现在就在讲啊，他说你看，终于这个失败了吧？然后呢，按照美国当年的数字一算啊，这中国这次一放开之后，医疗挤兑，最后呢会导致死亡几百万。我看完这些评论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不太舒服。为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我们评论这个社会事件的时候，要有自己逻辑的一致性。所谓自己逻辑的一致性是指什么呢？我们过去认为那种变态的防疫措施风控不合理，它应该解除。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再继续反对解禁了嘛？如果你要是这个解禁也反对，这个风控也反对，那你到底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的逻辑一致性就是什么呢？它风控是不对的，无论是从剥夺人的自由角度来讲，还是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讲，都没有道理。那么解禁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就应该基本肯定，因为它给老百姓带来了自由，而且从防疫的角度来讲也没有太大必要。那么既然如此，在解禁之后，它哪怕出现一些问题啊，说白了也是一个如何完善这个措施的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些境内的老百姓啊，翻墙出来之后啊，看到境外的这些评论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不感兴趣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境外的人评论境内的这些政策的时候啊，他缺少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你不管境内怎么做，他都认为你是错的。说白了，他的目的是为了反共，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去评判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对中国社会是否有利，对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发展生存是否有利。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们评论这个解禁这件事情，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致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像当时新加坡啊、香港啊，这个包括英国啊，它放开了之后啊，都经历了一波这种感染冲击波，甚至死亡冲击波。那么新加坡和香港当时这个冲击波呢，是大致出现在解禁之后的3个月，但是呢，国内的这一次呢可能会提前。我呢今天听到张文宏医生的一个录音啊，因为他现在做的那个模型判断呢，上海的这个所谓的峰值感染峰值很可能会出现在4周之后，也就是1个月之后。那么北京啊情况可能也类似，也就是说这一次全国放开之后，这个感染人数啊，这个巨大的这个峰值啊，很可能会比香港和新加坡来得更急更集中。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对医疗资源它就会构成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毫无疑问的。因为你医疗资源你不可能按照疫情的峰值去匹配，因为你按照疫情的峰值去匹配的话，疫情过后，那你这个医疗资源就浪费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正确处理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去使用宝贵的医疗资源？那张文宏医生也讲了啊，他说奥密克戎呢，死亡率也并不是说简单的跟流感都一样。那么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头，死亡率会差别非常巨大。根据他的研究和统计呢，80岁到90岁组，这个死亡率会陡峭上升。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做节目的时候，北京发现的那3例奥密克戎的死亡，全部是80到90岁之间的，其中有一个还90多岁了吧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严重基础病的。那么既然如此啊，那现在的宝贵的医疗资源，其实确实就应该留给这些年龄非常大的这个感染者，以及有严重基础病的。那么这就需要我们的医疗资源在匹配的过程中进行鉴别。普通人、年轻人身体挺好的，仅仅发个烧发个热，你真的没有必要去医院。当然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一发热就往医院跑，一看自己阳了就去到发热门诊啊。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3年我们整个的政府体系，也包括专家体系啊，对这个奥密克戎也包括新冠疫情的这种恐吓式的这种宣传，天天宣传这个疫情啊，你一旦感染了，你可完了，你不行啊。然后还有严重的后遗症，这后遗症你要感染之后了，你将来你记忆力丧失，然后呢，有的男的你还会丧失性功能，把很多人吓得要死。所以他们现在一看自己发热，就赶紧往这个发热门诊跑。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其实应该顺势而为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所谓分级诊疗制度，就是说你一般的发热，你不应该拥到那个大医院，你应该在基层的社区医院进行一个初步筛查。如果你一般没有问题，就给你发一些所谓的退烧药、感冒药，你就回家休息就行了。如果你有严重的症状，再转诊去往那些大医院。我觉得如果利用这样的契机，国内建起这种转诊制度的话，分级诊疗制度的话，那其实倒是也是这个善莫大焉的一件事情。这是第2点。第3点，现在大家都在抢药啊，而且买不到啊。据说现在退烧药，这个一般的止疼药都买不到了，莲花清瘟都炒到了100块钱一盒啊，很多地方还搞大礼包。一个大礼包1000块钱，还有的300块钱，一大堆莲花清瘟配了一点所谓的西药的感冒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就是中药真的没有必要买一盒，一点都没有必要。虽然卫健委啊推荐的药物里头包含了一大堆的中成药，真的没有一点必要。我们现在啊，奥密克戎大家都知道啊，它其实感染之后无非是3种症状，第一是发热，第2是咳嗽，第3是疼痛。大家都知道，因为它是病毒感染嘛，也没有特别有效的直接治疗的药物啊，所以其实所有的药物都是缓解症状的。所谓的你发热就退烧，然后呢你咳嗽就止咳，疼痛呢就止疼，就是如此嘛。大家都知道，现在这3种症状对于我们的西药里头都有那个非常简便迅速而且副作用非常小的药物，但是中药可就不一定了。我们国家这些感冒药里头多数都掺了西药成分。比如说西药的这个退热药 VC 银翘片，你去看那什么连翘片里面都有这个西药的这个退热药的成分。早期啊不要求标注成分的时候，他们都偷偷摸摸往里掺啊。后来要求标注成分了，大家一看，哦，这些中药里头其实都是参加了这个西药的成分，
所谓的西药负责治病，中药负责赚钱，讲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中西医结合嘛，就是如此啊。那么现在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是买这个中药，就是你有可能你一方面吃了西药，同时你在吃中药，它有可能使得导致你吃单剂药的每日的单剂的这个上限超标。我国内的这个医生朋友好几个人已经跟我讲过了，他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因为中西医叠加吃药得了新冠以后啊，导致自己的肝损伤，不可逆转的肝损伤。所以啊，其实在这种状况下，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没有必要买任何的所谓的这个中药，尤其是莲花清瘟，那就是个骗子药啊。钟南山替这个莲花清瘟站台，那是他一生的污点呐。钟南山我们过去做节目讲过了啊，他说这个莲花清瘟为什么能抗病毒，是因为体外实验过程中间有效。说实在，这是非常流氓的一个说法。什么叫体外这个有效啊？你把那病毒放到大粪里头，你放几天它也会有效，那病毒会臭死，但是你吃大粪有用吗？是不是？体外有效不等于你吃了之后人体之内就有效啊，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别说体外有效了，你就是在动物身上有效，你在人身上都不一定有效。所以那个体外有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你把那病毒放到南极去，是不是？你放到南极去冻2个月，它也有效。但是那能证明你只要到了南极，你的病就会好吗？不等于。所以你只要稍微有医学常识人都知道，莲花清瘟所谓在国内做的这个医学实验，完完全全就是个骗局，它就是靠疫情发老百姓的国难财的。这种企业就是缺德企业，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备任何中成药，这是我要想讲的第3点。第4点，在这次疫情过程中间，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有些科学家实际上是这个在这个前后说话充满了矛盾。比如说这个大家已经抓出来这2个人了，一个叫吴尊友，一个叫梁万民，是吧？都是这个中国 CDC 卫健委他们系统里的专家嘛。开新闻发布会经常说，这吴尊友当时就讲，是不是中国就是应该实行动态清零？今年4月份的说，那么我国2年多的防控实践证明啊，动态清零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呢是现阶段我国及时控制新冠疫情的一个最佳选择。那躺平实际上呢是其他国家呀这个无奈的一种选择。它经过了多种尝试以后的话呢，它寻找不到一种呢理想的控制新冠的这个策略，那于是呢干脆就躺平吧。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大好刘海来看，一旦我们要放松不管它，将会造成很多的重症和死亡，这个数量就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抗疫的理念决定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容许中国出现大批的这些重症和死亡。中国采取这种严格的措施，实行动态清理，在努力的减轻或者是避免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危害。它的初衷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保证社会和经济发展。那么，但是我们看，你感染以后，通过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它必定造成重症的还是少的。我们国家现在所做的20条的优化，包括新10条，它都是基于证据的，都是基于我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调整。美国为什么不搞动态清零呢？因为美国没有中国的条件，他搞不了，所以他躺平了，是吧？然后又讲奥密克戎的死亡人数啊，比这个德尔塔还高，然后又开始当时还讲说奥密克戎的这个后遗症啊非常非常严重啊，这后遗症里头包括这个什么记忆力衰退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很多一大堆。现在呢，大家一宣布这个政府一宣布这个就放弃清零了，开始解禁了，他和这个梁万民又开始讲了，说现在啊这个德尔塔变了，这个无所谓了，不用管了，然后呢也没有毒了。那这奥密克戎这么听党的话吗？是吧？这么有讲党性、讲政策性吗？这个党一号召这个放开的时候，奥密克戎立刻就把毒性给降低10倍、100倍吗？不是啊，
是这些人本身有昧于自己的专业良知，其实他们讲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政策去保驾护航。至于他的专业理性，没有。说实在的，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头啊，我们要求每一个科学家都忠实于自己的专业理性啊去发言，我觉得也不现实，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实在的，你说出来不但不能解决问题，你可能自己还会成为牺牲品。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人，尽管你是个科学家，就应该成为牺牲品。但是我们可以要求这样，就你至少不说假话。比如说张文宏医生，大家都知道张文宏医生是一贯反对封城的。那么后来，当这个整个封城的制度不可逆转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他自己写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上发表说年轻组的这个死亡率是0，是吧？其实通过变相的方式还在表达自己的专业意见。我觉得这样的科学家就令人尊重。但是你看看吴尊友，你看看梁万民这些跳梁小丑，是不是？他们的目的啊，说白了，最终的结果就跟那胡锡进一样。胡锡进为什么大家说他是雕盘呢？雕盘的意思就是说这盘子往哪面飞，这个雕盘的人呢都能，当然也可能是狗了，他都能雕得住，就是永远赢2次啊！就是你不管你朝这个政策朝哪个方面转，他都是赢啊，终必赢啊！这就是大家嘲笑胡锡进的那个样子嘛。那胡锡进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是负责雕盘的。但是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把自己混成了胡锡进，我个人觉得啊，这确实是有点丢人呐。因为你毕竟受过专业训练，你说的这些话，老百姓是会听的。胡锡进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的摸出他的门道了，信他的人不多了。但是你打着一个科学家的这个幌子，你以这种身份面对公众大众讲的时候，你会蒙蔽很多人呐。所以扪心自问呐，一场疫情啊，潮水退下之后，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哪一个科学家是真正的遵循于自己的专业意见。他们其实这个不愿意为那种过去的那种简单的政策去背书，而哪些呀就毫无立场啊，有奶就是娘啊，听命于权力的驱使啊。所以啊，这个吴梁组合，一个姓吴，一个姓梁啊，大家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这是第4点。第5点，现在政策又提出这么一个口号，说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啊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挺有意思啊！前一段时间封城的时候呢，他们就讲这个党啊为你们人民群众负责呀，是不是？为什么封控啊？为什么搞健康码啊？为什么搞行程码啊？为什么把你关在家里不让你出去？是政府为你好，知道了吗？哎，都变成美国那样的躺平了，你看你们就完了，对吧？现在一撒开之后呢，就说了，哎，你们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吧？大家都在笑，我也跟着笑啊。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是这么想的，每个人确确实实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没错，我们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不需要政府为我们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因为我们记住了这句话，将来我们还会拿这句话去跟政府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你别随随便便跟我们封城，你再也别给我们搞健康码和行程码了，你再也别给我们搞这种所谓的随便封小区了，因为你曾经说过，我们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大家都知道，一个自由的社会中间，每个人都意味着责任，是吧？因为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如果我们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政府，那么政府必然会剥夺我们的自由，这是我们要承担自由不得不面对的代价。但是我们反过来也要会说，政府他其实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啊，他是需要什么挥舞什么。当他需要封城的时候，他就说，你看我为你们好。当他不想封城的时候，让你们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是你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不奇怪，因为对于这样的政府来说，它本身也没有一贯的，它也没有一致的逻辑性，它也没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它只是拥有的就是为自己政策啊进行辩解的理由。但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把它辩解的理由拿过来，变成我们自己啊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再有将来有疫情的时候，再有社会公共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你别反悔哦。
未来的1个月啊，我相信啊，全国各地啊可能会此起彼伏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疫情冲击，甚至也会出现一些人道灾难。但是啊，路不能往回走，我们只能往前走。大家挺过未来的1个月到2个月，这个峰值过去了，到明年啊，那些真正的正常的生活就会回归到我们的日子里。大家一起为这样的日子啊而坚持，而祈祷。家长朋友，3个月内患儿，请前往急诊就诊；发热门诊就诊患儿，请。那么这个达峰的速度呢，有可能会比较快。那么有可能从现在开始算了，我们找3个到4个星期，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峰值。